这里有你对西藏的一切想象：雪山、圣湖、森林、冰川、寺庙，还有很多无名的宝藏之地。娘娘我不厚道的笑了。20天的行程，7000公里的距离，数千米的海拔，稀薄的空气，还有极寒的温度。虽然这里有最严酷的自然环境，但却孕育出了更多的人文奇观和视觉盛宴。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到这场藏地秘境之旅。离开成都，我们这次川藏之行的第一站，来到了这个多少令人伤感的地方。在2008年的5月12日，这个让全中国人民都难以忘记的时刻，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即便当时身在河北的我，也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从我现在脚下的这片大地传递过来的巨大的能量。看着眼前这成片的断壁残垣，虽然触动很多，但其实并没有能够感同身受。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就并不能够切身体会。这边这个教室原来是个5层的，现在就剩1层了。据说现在还有19个师生还埋在下边呢。前来献花和默哀的人有很多，或严肃或激动，但接下来这段父子的对话，确实让我在那么一瞬间，似乎对生命也有了一点点新的认识。以前爸爸带你来过一次，你知道吗？有的老师死了，有的老师没死，有的时候不是。你还记不记得爸爸以前带你来过一次这儿？啊，以前你也送过一次包。妈妈以前送的话在不在这儿？刚才看到一个爸爸在教育孩子，有一句特别能戳动我，就是你也是个小孩子，但是这儿埋着好多别的小孩子。有的孩子他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那一天，对，身后的那个破碎的时光。你这还搞泪目了，你说？搞泪目了，因为可能爸爸讲的比较那个什么吧。是，爸爸就在这儿蹲在这儿，然后跟小孩子说：“你也是个小孩子。”但是下边埋了很多小孩子，是吧？是。如果路过这儿的话，你有个小孩，也可以把他叫过来，让他珍惜生命吧。大自然面前，人类确实特别渺小。走吧。如今的映秀已经走出阴霾和伤痛，谁也看不出来，大自然在如此美丽的地方，曾经在这里瞬间就抹掉了一切。但我们能做的也只有敬畏和守护。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此次川藏北线的起点映秀。那么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将要第3次的进藏，看看冬季的川藏线和冬季的西藏能有什么样的风景在等待着我们。现在的海拔应该是4000，然后我们在前往李小璐的起点这儿，现在海拔已经越来越上了，而且看那边雪山，云里雾里的，很仙儿的。这边应该是刚刚的日落金山。我们刚才在那个垭口那儿应该是耽误了一小会儿，所以没看到。现在还有特别漂亮的红色，包括那边的天，哇，看到没有？这应该也属于是四姑娘山的地方，四姑娘山大景区。这还有个特别著名的碣石沟，四姑娘山地质公园碣石沟就在这儿。准备就从这儿马上就进去了。我们
们现在李小璐的大二铺营地，一边全是雪，然后还有枯树，这些已经黄了的树叶，但是一边呢，它就有特别绿的这个松树。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川西的冬天，连蛋蛋都快冻了。如果你嫌新疆远，然后同时你又嫌西藏的海拔太高忍受不了，其实川西就是各种各样景色的这两者的集大成者，平替。各种平替，在这儿你可以找到中国可能80%-90%的景色。谁不玩个出溜滑啊？应该说，小时候北方的人，南方的小伙伴估计是没有这个福分。南方小伙伴可以来这儿啊，这儿可以滑。对，这儿是比较近一些的地方。初冬的川西没有夏天的生机和郁郁葱葱，少了一些熙熙攘攘的游人，但也多了一些大自然本来就应该有的宁静。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四周全是雪山，这儿没有雪，除了这个位置没有雪，剩下这个位置全都是雪山，我去！而就在穿过隧道之后，眼前突然之间就变成了雪山环绕的冰雪世界，白雪点缀在褐色的山体和绿树之间，极其的梦幻和耀眼。啊，我们突然发现这里有一棵冰树，啊，你看，哎，只有这一棵树。但其实是它下边这个水管漏水，然后喷上去的水，结果正好挂满整个这个树，还挺好看的。景色呀，无关大小，有的时候就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小景观，有的时候也能让人感觉到特别的美好。不得不说，李小璐上的这个配套设施还是挺全的，停车场的建设，还有这些厕所啊什么的，没几公里就有一个。看，好多人都在这儿打卡，打上这个标牌，后边这是雪山。人都下去的。这是一个名字特别奇怪的路，叫撒瓦角路。刚才我们都走过了，还以为是不对呢。我这一路上看到好多这样的花呀。感觉这是棉花吧，应该，但是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哦，多好看！现在我们是在海拔4466米的地方，目前为止也是我们此行海拔最高的地方了。终于体验到了川西的冬天。身后的白茫茫的雪山，其实我认为这一段的风景，我个人认为比李小璐好看。基本上你就是沿着雪山一直在往上走。他们的胎爆了，然后我们看看拿一下我们车上的东西，帮他一下。这个喇嘛同学，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你们啊。可以叫喇嘛。你是学了多少年了？学了15年了。15年了。我的天哪！那你多大开始就开始学呀？15岁左右。哇，就开始的。哇，那你是要学一生吗？啊，对。哇，天，太厉害了！真的很感谢你。没事，举手之劳。今天也是，你们不帮的话，我可能今天晚上要待了。2次换胎，2次都是高原换胎。第一次换胎是在新疆，具体在哪儿我得回去翻一下，因为那期视频是今年夏天的视频，但是我还没有剪出来。那个是海拔5000多点，然后第2次换胎的话就是这次的317的川西，我们帮一个喇嘛换了一个胎，但是也算是比较有缘分。我们的左手边就是情人海，但是现在天光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再去拍一下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要往前赶路，前面还有一段非铺装应该是，但是不知道路况怎么样，所以天越来越暗，我们就不去拍这个情人海了。我们搂一个简单的镜头啊，这儿有一个地方，我看一眼啊。哇，现在确实就是半动不动的状态，看到没有？底下这儿，它整个是蓝色的这个蓝绿色的湖面，现在是半动不动的状态。好，我们接着往前走吧，赶紧的吧，抓紧时间。现在，对，抓紧时间。我们现在是在牛肝马飞海中间的一个停车场，晚上决定在这儿车中泊一下，拍这儿的星空。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现在
现在应该是冬季那边正在结，但是还没有结好冰，所以湖里头现在出来的声音就怎么说呢？还是有点可怕的，就那种呼呼呼的声音，不知道能不能听得到。天上的星空，哇，肉眼可见的就是特别的多，就算是冬季也特别的多。然后一会儿我们在这个位置就加一下机位，看看能拍到什么样的画面。哇，太漂亮了！昨天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住的车，在车上睡的觉，因为外边实在太冷了，应该大概晚上得有个零下，到不了零下10度，也有零下5度了。如果你们走317的话，317其实它的这个海拔的来回起伏还是挺大的，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就是多给自己身体一些适应的时间，别太着急赶路，这样的话你身体能够慢慢的适应，会调节的比较好一些。牛肝马飞海现在的状态是基本上全结冰了，冰封湖面。曲东拉措被大自然巧妙的雕琢，像极了牛肝马肺，因此而得名牛肝马肺海。这个季节的牛肝马肺海，冰面和水面交织，颜色有深有浅，从翠绿到湛蓝，如同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宝石。我们现在走到了牛肝马肺海的湖边，即便你离得不是特别近，离特别远的话，你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哇，听到没有？这种声音还是让人感觉特别诡异的，好像是湖底有什么湖怪似的在翻江倒海，但其实就是冰裂的声音，就是现在动和不动之间，一边动一边裂，一边动一边裂，造成这样的声音。还有就是风声，这样夹杂着这种声音，所以就让人感觉特别毛骨悚然，但其实没什么事儿。太阳升起后，照耀在远处的雪山，白色从山顶延伸到湖边，湖面泛起的涟漪，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有点虚幻的光芒。眼前的整片天地都在以最纯粹的方式展示着只属于这里的纯净和辽阔。现在正在往色达走的路上，这一路的话，基本上还有一半，最少一半的路是非铺装，现在是正在修路。就这么多年了，色达这么出名，也不知道为啥这个路现在为止还没修好，是因为这儿的地质条件不允许吗？还是咋回事？一会儿到那儿的时候，估计就晚上了吧，所以看有没有机会能看到色达的夜景。哎呀呀，这里是一个猴子王国吗？刚才有个人对，是一起的吗？对。你们是上那个后山吗？我说我们想去那个后山那儿去拍那个夜景什么的。对，可以。这个就是坛城啊，我们就你看嘛，我们就在这对面，从这边拍过来。我靠，越了个野啊！这是，这个路还比较野，我没走过这样的路。
当我们终于站在这里，此刻真的很难形容这种视觉奇观。眼前整片红色的建筑，像一部被时间反复翻阅的经卷，在山谷中缓缓地铺开。伴随着太阳的落下，晚霞透过云层，洒在远处连绵的雪山。蓝调时间下的色达，山谷里的灯火逐一点亮。而当所有的灯火汇聚，世界也只剩下星河璀璨。我们现在正从色达出来，在往甘孜县走的路上，然后这儿基本上就是随处可见的都是寺庙。看这边的藏寨是这样颜色的，特别的鲜艳。哇，真好看！这是什么雪山呢？这属于 S455第47，景色是越来越棒了。乃龙神山云端咖啡，但是已经关门了，小卖部，因为现在确实是淡季。如果在这儿有咖啡厅的话，就说明在这儿肯定夏天的时候人特别多，所以在淡季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独属于你自己的秘境。这还有专门给游人开发的这个小秋千，这鸟粑粑还是不少的，所以就算了吧，还是不在这儿拍了。我们又好像置身在一个魔幻的世界中。从这个最高点的话，这是光秃秃的山，什么都没有。再往下走，又开始有一些绿色的树，这很有层次的。这个倒是，真的是路上的风景才是最好看的风景。这一段路叫色罗路，就跟置身在游戏、电影中的世界一样。从这儿专门修了一个木栈道，这儿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庙。穿过色罗路驶向甘孜县的途中，公路在高原上缓慢延伸。整排的雪山和连绵的草原开始用一种极具压迫感的姿态，慢慢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哇，天哪！雪山群脚下的一片寺庙，哇，太漂亮了！冬天的这个317实在是太萧条了，这么好的一个观景台，这边就是雀儿山的冰川，然后竟然没有人。昨天这儿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家，没有别人住。这是德格的昨晚上我们住的地方，150，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大展宏图。这个画我估计你们一定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它不只是一幅画。对了，还是一个特别先进的取暖器。你除了冷点儿，其他也没什么毛病。就这个取暖的方式升温有点慢，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东西半夜的一直在响，噼里啪啦的，我的妈呀！你必须把它这个半夜起来把它关了才行，要不是吵得你睡不着觉。要是没动静的话，这个其实还挺科学的。在这边刚才下来的时候刚刚开门，特别冷清。现在是将近10点钟，这边好多店都没有开门。这是怎么听啊？这个就是德格印经院，其实它就是一个里头就是让你免费参观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身后门口这儿好多转的人啊，这全是转这个经院的人，好多呀，跟刚才在德格县城里头这个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儿人特别多，特别热闹，但是德格县城里头人特别少。咱们进去吧。相机不能拍啊，相机不能拍。哦，那需要登记一下。哦，这个存这儿是吧？这个要存吗？
哦，我们现在就在阴间院里面，但是因为里头的话是不允许拍照的，不允许专业相机拍照的，所以我们现在用手机拍照，就是为了融入这个整个的建筑风格，摄像头都做成这样。这里面刻的应该都是经文，然后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灯光，特别暗，但是进来之后看到这么多的经文，给人的感觉还是挺震撼的。拜拜，好嘞，拜拜。居然在这个印经院里头，然后碰到了刷过我们视频的，然后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参观顺序是错的，所以说你印版那儿的话，它是不让去参观的。那你要来的话，一定要按照正确的参观顺序，如果不知道的话，就问一下。这个楼梯太窄了，哇，天哪！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样呢，看这个参观顺序，这是对的，就看这个参观顺序啊，从这个地方就进金库了。哇，好神圣啊！这幅画面，这个抽出来以后也会有特别长的一段，然后放在上面就开始印到纸上。然后如果是夏天来的话，这儿是有人工作的。我们在路上拍到好多徒步过来的，估计都是来这儿。会不会再往前走不知道，但是他们在这儿一定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在这儿他们就会转这个整个印经院，然后来这儿祈福什么的。Hello， 拜拜。与德格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围绕着德格印经院一圈圈朝拜的无数的藏族同胞，而作为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印经中心之一，这里被称为藏文化大百科全书，雪山下的宝库。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并不是印经院中那一排排保存完整的20多万块木刻印版，而是那些无论你何时何地的看向它，它都会向你投以最平和的笑脸和友好问候的人们。老板，这些字儿是你写的吗？我弟弟写的。啊，厉害！我们呢也应该差不多。你的字儿也问题不大是吧？能看到这种手写加目标的不多了啊，写到这种程度的也不多了。文化人，不知道你们给这个字儿打几分？德格这样一个小县城，我竟然看到了这样的毛笔字，比较意外。亲自去送外卖啊？送外卖的时间比较多，我们四川说这头搬饺子，那头可以捡帽子。短啊，这么形容的，这边摔跤子，那边捡帽子，明白了。就是徒步的话，如果去西藏的话，拉萨他们就是从这儿走的比较多一些。对。啊，因为会过色达，会过德格什么这类的，是吧？对，三八来说，那就是玩的多。比较差，车多，现在都属于淡季。今年这个趋势不怎么好。怎么你这个小店都能感觉出来吗？那就德格的很多店都关门了，房租很高，就往上面一走，随便一个就这么一间屋，一年都是6、7万，有那个转让费，还有转让费。这家店的老板来自四川南充，当兵出身，菜的味道和这一手好字一样，开在这样一个这头摔跤那头就能捡帽子的小地方。从厨师到服务员再到外卖员，老板身兼数职，虽然生意不好，但他依然在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着和生活着。哎呀，终于进藏了。过了这个隧道，我们终于进了西藏了，第3次进藏了。西藏是个让人欲罢不能、魂牵梦绕的地方。我们这一路上要路过3条江，分别是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这底下就是金沙江。向左前方行驶。离开德格，我们正式从四川进入西藏。
路上徒步朝拜的人依旧不断，我们的车轮向前，他们的脚步也未曾停止。但无论海拔高低和路途遥远，虽然我们每个人的行进方式都不相同，但目的地都始终如一。这边天亮特别晚，但是还没有亮，那边正在日出，预计是8点半、9点，估计天才能彻底的亮。但是吧，你看看我对面山上面不知道是经幡还是寺庙，就是人文和自然相结合的那种震撼。山整个都是金灿灿的了。在我眼前，这就是自珠寺，一个建在山尖上的寺庙。这应该才是最厉害的这个攀岩运动员羚羊。我们现在就是去那个著名的，又叫天空之侧，又叫云端之侧。他们是正在往上背水，就这儿的话全靠这个往上背水，特别费劲。我们来的时候这儿在进行一场天葬，但是没有人家的允许的话，就不要去观看，所以我们就直接开走了。刚才可以看到他头顶上很多秃鹫在围着这儿转。这个狗狗一直在找我们，好像是要吃的。你要去天空之侧，你需要穿过整个村子。现在拍东西得先喘一下。哎呀，4800爬了多少？现在有4900嘛。哇，这背着水是吧？哇。这个是很辛苦的。是，我看出来了。我们在这儿爬这么一点点就已经累得不行了，你们天天在这儿爬它们。是。这楼梯真陡啊！它应该这个是那个天空之侧啊，对，锁着呢。这可能是得叫人家过来开门。算了，咱们别进去了，别叫人家了，人家得爬上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在天上的寺庙，有这种人文和自然的结合，你就想象不到，在几千年之前，竟然有人能把寺庙建在这样的地方。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山顶，奇峰、怪石与古老的殿宇在这一刻显现。人文和自然、信仰和守护，也就不再需要被解释，因为它们已经和金色的阳光一起融入在了这4000多米的高原之上。不知道后边是不是都是这样，反正现在已经变成了非铺装路了。我眼前就是半结冰状态的怒江，路过怒江之后还会路过一个澜沧江，所以说横断山脉3条最主要的江，我们这一趟全部都路过。只能解释一下，大山里头建一个这样的足球场，什么意思呀？谁踢呀？周围还没有人，那边你能看到那是河和牦牛，然后这边有一辆工程车，其他什么也没有。快！我靠，有日照金山！我们刚到边坝县，竟然就碰见了一场日照金山。但是虽然它不是那个就是完完全全正的角度，因为正的角度的话，它可能是全部都有，但是现在的话，它只有一个，你看那边，它只有一点点金边儿，但是也特别的好看。然后我们现在赶紧起飞无人机看一下，整个边坝县的话，周围很多座雪山，所以早上起来这边人特别幸福，他们能特别轻易的看到日照金山。早起一睁眼的日照金山，这是边坝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虽然角度并不是最好，但依然足够让我们羡慕这些随时都可以享受雪山盛宴的人。而日出之后，他们的村落也开始随着半空中的青色炊烟和山间的绿色河流一同苏醒。
看远处的雪山，然后早上起来炊烟袅袅的村庄，整个烟雾缭绕在这个山上，这感觉挺江南这幅画面。Hello 啊，偶遇了一个这个羊，也不知道叫什么羊。我们俩人一个说这是熊，一个说这是老虎，结果一看是土拨鼠嘛。我们现在就在三色湖黑湖的观景平台入口，一会儿我们就往上走走，然后看看上面有什么样的风景。啊，好累啊！哎呀，这上面风还是挺大的。这是黑湖，其实是以蓝为主，就是深蓝色。那个位置在我那边是白湖。这是一个在雪山脚下的小村庄，多幸福啊！天天能看日照金山。怕牛冷的，给牛穿了个小衣服。哇，就在这儿，已经看到蓝色的冰了，是吧？是，因为这边的冰川群特别多，但是能近距离接触的，其实现在已经不多了。路的尽头就是巨大的雪山，下边一溜全是蓝冰。然后我们先得从停车场的位置、停车的位置，然后往这儿走1-2公里的距离，看看我的尽头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啊！巨大的雪山，特别有压迫感，横亘在你的眼前，然后还有一条雪白的冰川从山腰下一直倾泻到湖面，哇，这种景象！嘿，看到那个小人了呗？然后你们再看看这个山，那么点小人，这么大的山。就这个季节的藏东人都很少，因为特别冷。然后一般人如果说不是为了特意的追求这种美景，可能都不过来。哇，这个纹理越来越梦幻了。走到这儿的时候，因为你时不时就会听到冰面上传来的巨大的那种冰裂的扑通扑通的声音，然后两边全是这样的高山，总是有一种特别穿梭的感觉，穿越回了这种远古时期。我觉得是蓝冰，大鹏非得给我犟，非得说这是绿冰。像不像一个特别大的水晶棺材？里头有没有可能睡着一条美人鱼啊？哇，这种角度来看，特别深邃，这个颜色。我们现在找了一圈，哎，找着了。其实我身后就是一个蓝冰洞，哦，身后，这也是属于冰洞的一种，穿山洞。特别的美，然后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远古的冰川世界。冰爪还是换上吧，因为越往里走越滑了。然后我们离这个冰墙越来越近了，它这个颜色是和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我靠！我的天哪！看这个冰里头透着那种蓝色，我的天哪！哇！我去，特别嫩滑是吧？是，特别滑。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冰川冰墙在我们眼前，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当脚步踏上香格拉冰川的那一刻，周围的世界仿佛立刻安静，所有的声音都被寒冷和海拔过滤，只剩下呼吸、冰裂和冰面的摩擦。蓝色的裂纹被压缩成线条的气泡，晶莹剔透的巨大碎冰，在脚下延伸出一条通向远古的路径。远处的巨大冰墙依然在堆叠、挤压和流动，记录着高原漫长而沉默的变化。哇，看我面前了吗？好像是哪儿山上落石还是什么，反正现在灰尘特别大，还是得离两侧的山体远一点，要不还是挺危险的。
你们想知道拍摄是什么样的场景吗？就这样的场景。我们现在正在离开香格拉冰川。原本的打算，我们拍完香格拉冰川的话是去贡嘎冰洞，但是我们刚才碰到一个西藏的领队大哥，然后他说贡嘎冰川其实很一般，所以就算了，反正那儿还不如这个冰洞好看。我们就在这儿拍完了，就去下一站。还得往上攀呢，不容易攀到这个位置。今天的海拔还挺高的，是吧？现在海拔是4700。对，今天海拔可能是这条线上海拔最高的一次了。我们现在海拔5000米，嘎德拉山这个垭口。这个实际的是海拔4998米，上来之后，这应该是这个垭口这个最高处。云上秋千，我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等你。那说实话，我在这儿走2步都会喘的地方，你喘吗？建议大家这样。不建议这样是当是吧？很耗费体力，其实。在这么偏的地方还有个中巴车在营运，太厉害了。这个是穿越5000米海拔和垭口的中巴车，你们那儿有吗？啊！突然就下起来这个雪，哇！这说来就来啊！看到没有，漫天飘洒的大雪，我的天哪！哇！我们得需要赶紧走了，再不走出不去了。西藏的天气和西藏的路同样神奇，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山顶。突然之间，暴风雪就在瞬间覆盖掉了眼前的一切，而在短短的几公里下山路之后，眼前竟然瞬间又变成了春意盎然的绿树和蓝天。哇！我靠！这么低，跟我们车平行着，这是鹰吗还是什么？而且特别大，感觉，我去！下午3点多了，我们才来到了萨普这儿。但是今天天气不好，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从里头走出来一拨人，他们说能看得见，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吧。我们现在决定进去看一眼。之前夏天的时候熊特别多，对吧？啊，可能是天气原因吧。是没什么熊了是吧？最近它是不是都冬眠了熊？对。哎呦，累死我了，跑这2步。哎呀，这包太单纯。想去看一眼。我们现在来到了萨普神山的冰湖上，你看我身后晴空万里。但是呢，让我们一块儿转一下，转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身后的神山呢，又是没有，全是乌云，全部遮挡。哇！但是现在好像有线，你看这个天，它正在慢慢的退去，往那边吹。对，太阳现在已经晒在整个湖面上了，然后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出现。姑姑，你为什么不怕冷啊？我在这儿都快被冻傻了，我一说话都已经成大舌头了，我看你一点反应也没有啊。哎呀，太厉害了！生活这儿的高原上的狗子也是个顶个的棒。我们在这儿来了大概有20分钟，身后的萨普神山隐约想要出瓦，就说明我们今天应该是没有白来。看这2个，现在应该有个山尖尖了，一会儿看我们能不能，我是冰裂的声音，咕嚓一下，我从冰那边传到这边来了，我的妈呀！吓我以为我把什么东西给踢了呢。是，我也以为是踢了什么东西呢。当风掠过山脊，云影染过冰川，20分钟之后，在藏东的群山中，萨普神山缓缓现身。虽然没有日照金山和蓝冰，但当我们第一眼看到它时，也已经足够让人感叹它的壮美。
因为它从来不因风雪而动，也不因为人群而改变。刚才牧民大哥过来问我们要不要住宿，因为这晚上可能还能拍到星空。但是说实话，现在这个云太多了，晚上不知道什么情况呢。看看再说吧。我估计我们大概率是不住，因为今天的这个天气，晚上估计也不太可能有星空。我们拍完目前这点，然后就准备出去了。他们刚才唱的一个藏族的歌，也特别的好听。我们完全不会唱。他们说大概率的话，今天是没有日落金山了。这是我们进入西藏以来最冷的一天。刚才那大哥给了一个酸酸乳，我要补充一下能量。谢谢。Hello。我们现在正翻越的是下拉山，实在是太漂亮了。这种颜色就是不光是这种原来的下拉山它本体的这种黄色，还有那种青灰色，它现在还有一种白色。前2天刚下了雪，所以特别的壮观，特别好看，特别有层次。从谷底到山顶，急速拔高的海拔也同样带来了景色的急剧变化，一半皑皑白雪，一半金色草甸。黄色的山脊肆意流淌着恰到好处的白色雪花，越过下拉山的垭口，眼前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色彩和构图。我现在就在江古拉山口，然后这儿的海拔有4900，距离拉萨还有386公里。但其实我们这一次川藏北线的最后一站的话是纳木错。终于看到这个纳木错的牌子了。我们现在就是在纳木错的3生石这个服务点，好多时候你并不知道你的目的地和你想象之中的样子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呢，既然来了，我们就在这儿再驻车一晚上。所以说你们要是来了西藏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一整天海拔都在4500之上，还是没有适应过来，到现在脑袋还是有点疼，但是没有其他的反应，所以还好。收拾休息，明天再见。这就行了是吧？对，你不加上。哇，今天的天气真的是不错，反正湖水波光粼粼的。最远处的念青唐古拉，然后中间的纳木错，然后近处的圣象天门。这种景色你在视频中看100次，其实真的不如你来这儿看一次，实地的去看一次，然后眼睛给你带来的震撼，那是你视频中永远都体会不到的。传说中，纳木错是念青唐古拉山的妻子，他们曾相依相守。因为得罪冥界之神，念青唐古拉被打入地下，化为雪山。而悲痛的纳木错在他脚下化作泪水之湖，在这片雪域高原永恒相望。此刻我们站在圣象天门前，纳木错铺展在脚下，蓝得如此的不真实。而远处的念青唐古拉群峰，千百年间始终沉默，
从不靠近，却也从未离开。那你天天看这个美景，你能看腻吗？没有，这个是我们的生活，这是你们的生活。对，然后羊年的时候，我们必须转那个纳木错湖。转纳木错湖。对，那个徒步去转。走路。就7天。7天就转完了。那个300多公里。300多公里，7天就转完了。300多公里，对。我的天哪！7天的话，我们这样，晚上也是去，然后12点左右休息。啊，12点休息。然后早上早的起床还要去。早上起来开始接着转。对，接着转。哇，厉害厉害！我的家这里20多公里。你也是海拔4000多吗？对，我们基本上4700嘛。你们这样玩过来就好一点。这里生活的话有点难，心脏这样长出来大。比较肥大是吧？肥大嘛，这个海拔高的人，那你们飞无人机的时候一定注意。好，这是那个圣象天门的第1个观景台，然后一会儿我们坐车，然后去到第2个观景台。第2个观景台能看到的东西更全一些，大全景，这是属于离圣象天门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原来的话可能还能走进去，从这儿一直走进去，但是现在只能远远的过来看了。所以美景肯定是需要早一些看。这边飞无人机是随便飞，然后还有那个保安小哥特别温馨的过来提示你一定要小心一些，让你小心不要飞过山，飞过山以后信号会断。而且如果看你是一个小一些的无人机，会提醒你这儿的风大，还是挺贴心的。现在能爽飞无人机的地方其实不太多了。这次317的话，其实带给我的触动还是挺多的，说实话。都说318是景观大道，然后317是人文大道。这次的话，我们确实深有感触。我可以讲大概3件小事儿。就第一件小事儿，就是我们帮助了一个僧人，然后他的车爆胎了。爆胎了之后，然后我们跟他在聊的过程中就一直在聊，然后我就说，哪怕是没有我们的出现，肯定路上如果你是招手的话，也会有别人去帮助你。但是这个僧人就特别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说现在的人不太一定啊。然后第2件小事就是我们去色达，然后色达的话，因为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是需要找当地的，可以说黄牛，也可以说是当地的一些向导吧，领队，然后带着我们去到色达的后山。其实他们的职责只是把你的车开上去，但是当时我就说这个角度太陡了，就是你们经验比较丰富，然后你帮我开下去吧。但是我是没有想到的是，就因为这一件小事儿，这个小哥竟然连续的3次就对我表达感谢。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非常无条件的信任的把车交给了他，就这么一点小事儿。还有就是第3件小事，就是路上我们碰见一个拦车的，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把他的一车的东西行李什么的，然后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下一站。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是徒步的人，也是走317去拉萨去朝圣的人，给他们的物资。但是因为我们当时车上的空间实在是有限，就是无奈只能作罢。但其实当时也有一点点小的私心，什么私心？就是我们可能认为它里头有一些违禁品。但是当我们看到路上有那么多的朝圣者，就是走317去拉萨朝圣的人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个事儿是真的。我个人来讲是，说实话是比较后悔的，没有去帮这个忙。就这么3件小事吧，不知道该怎么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但是这些所有东西带来的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一直认为，还是人性本善的，人不应该全都以利益为重。你需要首先相信别人，别人才能相信你，就这么简单吧。再见。好，走了，拜拜。拜拜。哎。这是另外一个观景台，如果你要上这个观景台的话，你得从那个位置，然后从这个位置一直爬上来，海拔是有点高的，所以需要慢一点。但是，一旦你爬上来，哇，天哪！一字排开的念经唐古拉，这一溜雪山，然后眼前的纳木错。西藏没有海，却汇集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蓝。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不真实的美，才有了这样的神话故事。大自然和时间共同造就了眼前所有的这些。雪山伫立，湖水静默，风从耳边掠过，带走多余的声音，只留下美好和纯粹。而我们能做的，依然也只有敬畏和守护。
在直播吗 ？Hello， 没有直播。Hello， 很不用了。评价一下纳木错吧。纳木错啊，太美了。我来了第3次纳木错了，我怎么每一次都是像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是来第5次了，我在西藏已经是第5次了，因为我走了一错再错，整个大阿里你本来是会觉得自己很腻但是呢，一看到这个东西，我靠，我觉得是可能其他湖跟他没得比。拱航桑是你好，托起前是拱航桑我记住了，我这个托起前记不住。你记不住谢谢，那你就托起前，托起前，拖出去，然后你就记住，你一辈子不会忘，我跟你说。拖出去，把你拖出去。然后就是谢谢，在这里面就大昭寺，你们在这下。等一下。好，谢谢你啊。刚刚我们在出租车上跟那个司机大哥学了2句藏语，分别是你好和谢谢。你好就是拱航桑。谢谢就是托曲浅，长知识了啊！我们来了2天了还没适应，走2步就喘。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今天有几个小任务，拍一组写真，布达拉宫转一圈，然后就是办边防证，让别人来拍我还是稍微有点不习惯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我拍别人。开始变样了啊，认不出来了。很像以前的土司。也是贵族是吧？对，人家土司都是贵族。刚开始还担心我没地方放东西了，你看我连水杯都能放进去，往这里塞就行了。我这个晒伤像不像丁真的那个造型？但是不如人家丁真帅，不如人家年轻，老脸的那种。挤的，刚才那人说：“哎呀，挤的，该挤的他们。”我的天呐，哇，本地人巨多，这围着一圈一圈的，从这儿开始，估计得1公里，然后进大昭寺里头的。拉萨、八廓街，朝拜的人群，温暖的日光，不起眼的餐厅入口，拥挤的楼梯，略显陈旧的装潢。而就在掀起门帘的那一刻，我们的旅程就从这家名叫玛吉阿米的餐厅开始。无论你是否了解西藏，你也一定听说过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仓央嘉措。作为6世达赖喇嘛，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在佛法和红尘之间写下了一段传世的永恒。我们谁也无法用简单的世俗去评判他的对错，因为虽然他不是传说，却也活成了千万人心中那首最美的诗。这个留言部有一个伤心的，下辈子再也不要再见了。伤心的河北人或者河南人。对，因为这个是河南和河北的。我们的写真拍完了，然后去办一下边防证。今天这个人有点夸张啊，这么多人，而且正好明天又是个元旦，估计来这儿玩的人也特别多，所以需要办证的人也很多。OK 了，这就办完了。我现在这个纸打的没墨了吗？不是，大家都说这样子排队的话，那大家都插队不好。我们插队，我们插队下了车不知道有20-30个不？那得多，比那多啊，50-60吧。边境通行证办理完成。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布达拉宫，我们预约了你的票，然后没有来得及，没赶上，你下班了，下次再见吧。从拉萨启程，穿过雅鲁藏布江，随着山势的不断抬升，世界也逐渐变成单一纯净的蓝色。
100公里之后，翻过最后一个垭口，我们到达了今天的第一站羊卓雍措。哦，你们要什么样的？竖的、横的呀？竖的是吧？看上后边这个，就这个是吧？啊，好。哎，好，对，那一块比心也行，来一块。哎，对，好。我这儿的海拔是4441米，啊，我说刚才怎么跑2波喘的不行，现在都4500了快。现在冬季的话是东游西藏的这个活动，所以说所有的这种 A 级、4A 级景点还是5A 级景点，就是全部都是免费，然后只需要登记一下你的身份证就 OK 了。牦牛的坑味儿，对，牦牛的坑味儿，牦牛营业点儿。现在就有1头牦牛在营业，估计夏天的时候这全是牦牛的地方。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羊卓雍措，然后这边是它的3号停车场。因为只有3号停车场的话，我们从无人机的视角看了一看，然后可能只有从这儿能最深入到湖边。这应该是已经算我们第3次进藏了。但是和前2次不太一样的是，这一次呢是冬季进藏，而且我们要完成一个上一次让我们特别念念不忘的徒步路线，就是库拉岗日，也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徒步路线。但其实我们上一次那个去库拉岗日呢，因为是夏季，所以天气不是特别好，连库拉岗日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算是没有看到库拉岗日峰的影子，但是依然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个湖实在太好看了，所以这一次我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去到这儿，决定弥补一下上一次的遗憾。啊，飞起来了！冬季的西藏干燥的空气也带来绝对的纯净，风从湖面掠过，雪峰在远处守望，湖水中闪耀着那些关于神山圣湖的传说，让这一切显得是如此的西藏。其实还是北线的鲁日拉观景台，其实那儿才是最好看的。你到那个观景台上，你才能明白它为什么会被称为3大圣湖、6大雍措。那个地方的话，你看羊湖真的是绝了。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往那边走一走，去鲁日拉观景台。最远处那儿隐隐约应该就能看到库拉岗日了。尘土飞扬。看现在这个山体的压迫感，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地方，通往南疆的那个帕米尔高原那条公路，在这儿的话，基本上也是那种感觉的。我现在在恰央措，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小众一些的西藏的湖，所以来的人还是相对少一些的。然后你要是来这儿的话，就把车停到停车场，然后自己可能还得走上个大概得有1公里吧，最少。这么长的木栈道，就沿着这个路一直往上走。但是现在太阳落山了，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啊，好累。你要是在这儿累了，尤其是我告诉你那一瞬间是什么样，虽然不雅，但是很形象的一种形容，就是每当你菊花一紧的时候，你就要休息一下。哇，这雪山到了。哦，啊，这儿已经冰封了呀。我现在踩的就是蓝冰之上，恰央措的蓝冰，我们就是从那儿过来的。从那儿过来以后，现在基本上已经冻实了，所以你走到湖面上没有问题了。然后我再换一个角度给你们看看我身后的雪山。我的天哪，看到没有？啊，特别纯净的这种蓝冰。其实我觉得它更像绿冰，它不像蓝冰，也可能是色温的原因，呈现下来就是一种绿冰。我去，我现在正在行走在冰面上，太漂亮了！我的天哪，这是我进西藏以来看到过的最纯净的，就是你可以行走在冰面上的这种蓝冰，漂亮，太漂亮！恰央措没有白来，这个门票没有白花。从高空俯瞰恰央措的冰封湖面，纯净到难以想象。行走在冰层上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空气中无尽的回响，再延伸到脚下的纹理之中。而这些美丽的裂纹，就如同时间在一颗蓝色的心脏上留下的脉络，跳动在藏南这片深邃的大地之上。这几个小哥哥，那拍条幅了，需不需要我给你们拍一拍？不
可以啊。你能不能把你航拍一张？可以啊。照片给我们。西藏在逃男模，命中8个富婆。对，你生日吗？我生日快乐，那我一定要给你拍到。温馨小提示：如果你把你的无人机放在了冰面上，拿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就这个位置它有2个角，但是现在因为它太冷了，所以它被粘掉了1个角。从此我的遇刺就变成了3条腿的蛤蟆。今日战损，无人机支架1个，收获3个粉丝。恰阳错这一趟没有白来，我离百大还早呢。哇，你拍的照片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哎呀，主要这景好。Hello， 这是那个西藏在逃男模啊，在命中8个富婆男模，他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们就说走就走。不就应该说走就走？我们决定来这儿到买票1天。说实话，你们这要是前半个月就开始规划，估计今天就黄了。对，就得说走就走。从北京，一个从北京，我们俩从宁波。早日成为百大。谢谢，加油！谢谢。好嘞，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你们也玩得开心啊！好嘞，好，谢谢。好，拜拜。刚才不要脸了一把，然后让人家喊了一个早日成为百大，特别不要脸。真的是，你怎么好意思的呀？但是呢，又这么转头一想呢，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要实现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喊就喊了吧，不要脸就不要脸了吧。要身份证还是？身份证啊，边境通行证都办了是吧？要身份证还是？身份证办了吧？看这个颜色的渐变啊，从底下的蓝，一直渐变到上面的这个粉红。哇，我的天哪！你看这儿。右转，随后到南快地。我们现在到的就是普莫雍措，然后这儿有个观景台。你看那边，这天多夸张啊！刚刚太阳落下去，然后整个湖面上现在都是紫色的。然后再看这边，隐隐约约的库拉岗日，这就是风有点大呀。这今天晚上在这睡觉，现在海拔是5000多，不知道能不能睡着啊。其实我们就差一点点，也就差个估计有个20-3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到这儿可能就能看到那边的日落。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今天晚上不要高反。这一趟行程我们还没有在5000多的海拔歇呢、休息呢，所以我心里还是很担心的。鹏哥倒他不担心，他觉得没有问题。这个观景台其实挺好的，以特别好的角度拍到库拉岗日还有那个普莫雍措同框。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海拔特别高，到了5010-10吧。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它守着国道，可能是会过车。第三点就是风特别大，别的都是挺好的。早晨风确实小一点儿啊，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库拉岗日还是有一点点被挡的。看到那边太阳还在云里头，所以现在它的光线是照不到那边库拉岗日的。这边就是库拉岗日这一片，然后看到中间这个小岛没有？好像是这个岛，还是不知道是这个岛。大概在1月份、2月份冰封的时候，这儿就会有一个赶羊节。然后这个赶羊节的时候，就是好多牧民都会把这个羊赶到这个小岛上去吃草，这也是一个传统民俗吧，相当于。像这些小房子其实也都可以住，但是因为现在是冬季，所以这儿基本上没人营业，太冷了，简直大概就是不到零下10度吧。这普莫雍措让我们一步也走不动道啊！刚走了没2公里，看看，这应该可以上冰了都。
我的天哪！普莫雍措其实还没有结冰，但是现在有那种推冰。这边推冰不太一样的是，它不是那种被尖的冰碴子，而是圆的，也特别漂亮，结晶体。除了这个，你还想说点啥不？除了这个，冻死了！哎呀，这个湖边的这个温度同样零下5，但是在湖边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呦，会冷，舌头了，会冷很多。无论在什么季节，普莫雍措的蓝都是我见过最深沉的蓝。在时间和温度的雕琢下，湖水被反复冻结、断裂、隆起、堆叠，在岸边逐渐形成了一道明显的蓝白色冰推分界线。虽然库拉岗日在远处依旧若隐若现，但更远的喜马拉雅山脉则清晰可见。纯洁的蓝天，洁白的雪山，深蓝的湖水，白色的冰推。云雾下的世界以最原始和纯粹的方式展示着眼前的一切。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推瓦村，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来过这儿，但是很可惜视频没出来呢。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又来这儿，不一样的地方是哪儿？全部都是推冰，全部都是巨大的冰块，随着这个浪在往这个湖边涌。因为这个村子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村，天天这个村里的人们推开这个窗，然后看到的就是这样，对面一排排的雪山，这是什么心情啊？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海拔太高了，心情是好，但是并不是特别利于这个身体的健康。据说是国家给这里的村民安排了就是海拔低一点的地方，但是这里当地的村民就是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原图拍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哇，这张挺绝啊，这张好看啊，给这张照片打个分吧。打个分吧。你看往下边走的这个楼梯，左手边的景色，然后远处真的是这什么神仙景色呀！绕到后边来了，怎么绕怎么美。哇去，这蓝的呀，简直不像话。不一样的季节，不一样的美。但是每一次走到这儿的话，只要不刮风的情况下啊，就是让人感觉特别平静，说不上来那个，就是愿意多绕2圈。海拔是5363米，能进入莫扎县了。我去，你看右边。哎呦，我的天哪！我们翻过刚才那个垭口之后，一个完整的库拉岗日雪山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压迫感太强了。离开普莫雍措和推瓦村，库拉岗日以一种直面的姿态，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们面前。7000米级的雪峰造就了眼前这种压迫感十足的视觉震撼。如果你只是为了单纯看一眼库拉岗日，那么我相信只用这一眼就已经足够。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库拉岗日这个停车场，明天估计是开始第1天的徒步，是拍马林措。我们原本的计划是，上来以后先涂一个山脊线，然后去拍一拍那些人生打卡照片。但现在看到没有，那边什么都看不见。看我那边的库拉岗日群峰，它就是什么都没有，乌云蔽雾。但是我身后这儿，这个雪山不知道什么雪山，这边就是蓝天白云。也就是单单只有脑袋顶上这一片乌云，这山里的天气真的是说不清。
各位，一觉起来看看外头，全是雪，我靠，这什么开局？怎么昨天还是什么事儿没有呢？我昨天晚上下了多大雪呀？还是有好多人就大早上起来就过来了。看一下那边天，就是那个方向就是库拉岗日的方向，稍微有点阴。看早上起来这个库拉岗日的登山大军，看这个，看这个车。然后这个大巴车已经有2辆了，我们收拾完了，天差不多亮了。出来以后一看，我的天哪！我去，太夸张了！这个，今天有1000人吗？还在来人，看那边还在大巴车在来人。这全是让领先和林克斯带火的吗？这是因为，你看成这，太夸张了，太夸张了！这个，哇，这个大巴车拉来的绝大部分人，他们可能是在这个湖边。从这儿，然后看一看日照金山，但很可惜，看什么都没有。飞机给我，飞机给我！我操，我弄不开了。下雪了，飞了。现在正在日照金山，但是只有一个小尖尖，这游客看到都是雾。对，我们也看到的都是雾。这个感觉特别神圣，因为它就一个小尖尖露出来，然后四周围全部都是云雾。哇，这是云海吗？这整个湖的云海。哇，这个颜色太诗意了，有点梦幻呀，有一种特别虚幻的感觉。因为你航拍的画面来显示的话，特别的水墨这儿变成了，这是绝不夸张，就游戏贴图那种感觉。它有点光晕，整个在这个山上、湖上，然后云上，你现在都不用黑柔、白柔什么的，所有什么柔都不用，就有那种特别梦幻的感觉。航拍升起后的世界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景象。库拉岗日以一种近乎神圣的构图出现在画面之中，周围的山体在一夜的大雪之后，用水墨和柔光在云雾中铺满整个天地，如同游戏画面一样虚幻的场景，就这样毫无征兆的出现。这边的湖就跟个游戏中的场景一样，我们就行走在这样的水墨之中，突然感觉看不到日照金山也值了。哇，这个场景太梦幻了！这上面这个不知道是雪还是雾凇，看这儿一束光了没有？啊，你要仔细看的话，那一束光照在这个山上，然后那束光呢，还有一些雪片在闪耀。脑袋顶上，我不知道这是月亮还是太阳，应该是月亮吧。啊，这个场景太超现实了。哇，这个明显，手机里头这个明显，哇，不是，你看这个手机里头拍出来的，不是太绝了，我靠！你看，还闪闪是吧？啊，那雪在那个阳光底下爆。对，它在闪耀，一直在闪耀。然后，但是特别奇怪的是，只有这一束光。我曝光往下拉了，看到更明显，太绝了吧！我们现在顺着这儿，然后继续往前走，一会儿就切到山基线上，然后切到山基线上之后呢，然后再往下切，然后继续我们的逆时针环湖。今天大概是10几公里吧，也就从这儿才算我们真正的起点。目前为止，这个库拉岗日风一直出着，但是那边的卡热江啊、过拉岗日都没有。哇，太阳出来了，看我的影子被拉得好长啊！这是18000步的地方，从这儿切，这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路基。对，从这儿开始往上切就行了。哎，我们需要从这儿直接拔到这个山顶，然后沿着山基线再往那边走。白马林错，然后那边就应该是库拉岗日，但是
现在大部分云都挡着它。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脊线的最高处，然后一会儿就顺着这块往那边走。等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沿着这条线，然后往上回来。真的出尖了吗？这么给面子的吗？我的天哪！我们现在海拔是4800左右，在我们身后的那个又被挡住了。刚才就露了一点点的一个小尖尖，突然又被挡住了。但是真的很给面子了。我们上回来连在哪个方位都不知道，这回起码他让我们看见一个尖尖了，而且看了2回还是3回。同样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云雾中的库拉岗日，行走在山脊线上的感受也完全不同。眼前的白色雪峰和蓝绿色的湖水，会让你在这一刻觉得，这个世界依然是如此的纯粹和圣洁。从这个路迹上看的话，到这儿应该就往下切了，切到下边去，到那个有栏杆的地方，还稍微有点陡这儿。程2公里，耗时2小时23分钟。主要是下过雪了，还有路迹你也看不出来了。看着牦牛吃草的地方多讲究啊！哇，这也太好看了，太绝了这个。回到主路了，我们就顺着这条线，然后绕着湖走了。14000步，就是意味着我们还剩14000步，走吧。这个雪山是越来越近了，压迫感是越来越强了。继续走，一半还没走完呢，失败。失败，是什么导致你走这么慢呢？哎呀，等啊！你总是相信神明会眷顾我，可我其实大多数时候他不会眷顾我。只是觉着再等1秒钟，下1秒钟就会天晴，然后就能看到深山。结果这大部分时候也有这个运气。人生没有运气就是常态。对。没有人都一直有运气。是。这是从山上融下来的水，然后汇到这个湖里头。我现在正在沿着白马林措的湖边，现在走个乱石堆儿，前面有一片沙滩。我们现在在乱石堆之上碰见了另外一拨人，估计是顺时针转的。你们是顺时针转过来的？这边是不是再走1-2个小时？比我大的人到不吧？估计得多一点，因为你看这么大一爬升的，这片应该原来也是白马林措，但是可能因为水退的太多了，所以全是这种滩涂、大石头。右脚别踩冰，对，到这儿跳过来，使劲多跳点。哎，对，漂亮。你写啥呢？这俩字怎么念啊？这个是明示了吧？都已经。现在走了不到6公里，然后用了5个小时，累计爬升了338。我们从这个位置横切过来的。其实你从这个角度看它这个白马林措的话，最远处是蓝色，然后就变成了一种黄色吧，再往这过渡
又是绿色，然后棕色，然后浅一点的绿色。上面他们俩下梯子有时候都得倒着，所以说这坡度应该很大。再往下看，这边就是白马林错。看你们俩在那个一直在那儿，怎么一直在那儿？因为我们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人，根本就没有人。我们出发的晚，我们12点才出来。说上面得小心一点。好，谢谢。我们现在有2个选项，一个是沿着湖边走，但是湖边呢，我估计就是这种碎石路；一种就是沿着这个边中间的这条线，因为中间好看一点。对，我们不走最上面。好了，走了，拜拜。一路顺风，注意安全。我靠，这是90度的梯子吧？呀，这是水平面，你看这梯子的坡度，这纯90度啊！直上直下吗？这是。他们下着应该是比上着要害怕。天哪！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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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然后从那个梯子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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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去，然后估计上到头，然后再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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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去。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这是上坡或者下坡唯一的抓手，所以这个树已经被磨秃噜皮了。你看，我靠，刚才有个可沉了，绝了啊！得手脚并用。手脚并用。小心点，这上面有冰啊！艰难的接飞机，可以了吗？啊，我的天哪！然后主要是这个地上太滑了，碎石加雪，这个路面。现在那边开始往这边飘起了小雪，然后我们现在走到的是7000步这个位置。说变就变，这个山里的天气，看到能不能看到真真？这我查个天气的功夫走到那儿了，腿脚还挺利索。雪下的越来越大。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特别想烧一下。放火烧身，牢底坐穿。我们还有6666步，祝大家都666。你骗我！你说没有爬升了？没有啊，没有骗你啊。这过了这儿就没有爬升了。我说的就是过了这儿就没有爬升了。不信你个骗子，你个老骗子！看不见头啊！哎呀，这100米爬升真的是要命！这武功山400米爬升也不如这100米爬升累。哇，面罩上已经全都是雪了。早上起来有多兴奋，现在就有多狼狈。上到这个顶儿。还有100步你就没有爬升了，剩下全是下降。从这个位置看，白马林错已经完全看不清了。这雪是下得越来越夸张了，有点暴雪的感觉。路上已经没有脚印了，这就说明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起码是下雪之后，没有人从那走过了。此生难忘的回忆呀！我们是从早上开始的如电影游戏一般的场景。进入到的白马林错，然后现在又依然如电影游戏一般的场景，然后出去的，只不过开头是一个梦幻的，现在是一个残酷的，是一个冷酷的。吹死我了！哎呀，别挂了，加油！随着世界在此刻被抹去所有的层次，我们的视线也被压缩到几步之内，脚下的路一次次被掩埋，又一次次的被踩实。大自然从不为任何人妥协。此刻的画面虽然残酷，但依旧壮美。终于到了，你看我们的帽子上都已经，我的帽子上都已经成啥了？天哪！哎呀，这个雪下的我们是意料之外。从导航那开始，它是10.64公里，然后用时8小时，拍的多，一边拍一边走，所以用的时间比较长，累计爬升600多米，然后平均1.3公里每小时，后边就比较快一些。OK 了，这就今天结束，回去赶紧暖和暖和，我感觉我冻伤了，我们都快。前面就是我们
停车场的车。这狗是不是就出现在好多 UP 里头那个狗啊？突然神秘的出现，又突然神秘的消失，应该就是那只。我看那个赖导的视频里头也有它，吃百家饭长大的应该是。排骨，这个是什么呀？猪蹄儿，猪蹄儿，韩国猪蹄儿。我靠！进了，厉害厉害，来，厉害厉害！你们是这个咖啡车是吗？对，拍视频的。拍视频的是吧？啊，我宣传一下。啊，没问题，没问题，没事。你们是辛苦。拿到山顶上拍那种领先同款航拍视频的。是吧？现在是第2天，然后我们要去图另外一条线。这有错，这个相对简单一点，所以基本上不用什么导航。看那边，天已经微微亮了。就这个位置能看那个小尖儿，但是现在云就遮住了。你看它马上露出来，过拉岗日马上露出来。一回头，我去，太美了吧！这个虽然不是库拉岗日的这撞金山，但是这个太美了吧！这个也，我靠，我都想哭，你知道吧？那一瞬间，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场景和画面在第2天神奇的再次出现，金色的晨光从过拉岗日雪山的脊背流下，云海在山谷中翻滚漂浮，将山脚与天空隔开，却又将最温暖的阳光洒向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边太阳已经出来了，还感觉雪在发光，不灵不灵的。看这人呐，我的天呐！后边还有。这不知道什么脚印，你看到没有？这个脚印有没有可能是狼啊？怎么爬个库拉岗日爬成了人生第1座雪山啊？我们现在登上来了，但是忘了戴眼镜，还是有点刺眼的。可以看到我身后攻打库拉岗日大军，我的妈呀！那边还有源源不断的上来的，太夸张了！这个人现在，包括这边看身后，往那边走的人也巨多。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们夏天的时候来这儿的时候，几乎就是没人，真的几乎就是没人，特别特别少。看我眼前。就是库拉岗日，可惜现在被好多云环抱着。我看一下一会儿天气怎么样，会不会晴？我们还在等待，在等待，再多等个10几20分钟，然后看看他给不给面子。不给。第2次来了，竟然连看到他的机会都不给吗？不可能吧！我不相信他这么绝情。我们再等个10分20分的，看看他到底出不出来。这一阵云又全过去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出来。这边下去吗？斜下去，对。啊，我来。要沿着山底走的路还可以。是吧？有个大神要沿着这块下去到湖边，然后一直从那走到湖边，去那边去看一下。那个位置就是李现、林克斯合影他们那个地方。这上面基本上散没了，航拍上基本上散没了已经。你看，就是山腰这儿有一点点。当雾气开始消散，库拉岗日在此刻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终于缓缓露出。被历史雕刻的白色金字塔山体锋利而优雅，所有的风、雾、雨、雪，在数不清的时间长河中，都被凝结成了我们眼前的这7000多米的高原水墨画卷。
我现在正在去往错美县的路上，路过一个叫错马呀什么的地方，应该是刚刚下过雪的缘故，山上全部都是雪。而最绝的是上面你看，这个云整个在这个山上盖着，特别的纯净感觉。卡九寺向右后方行驶，这属于卡九景区。这边还有狗熊了。就有一个长期待在那个寺庙旁边的嘛。但是估计最近冬眠了。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卡九寺，那边的雪山应该就是不丹，前面就是卡九寺，海拔4019米。据说这个寺是藏南地区最大的格鲁派的寺院。我看这儿人特别多。拜佛的啊，就是你们会转山转庙什么这样的是吧？寺庙里有2个，好像是导游带过去。哦，不能独自过去，说是有熊嘛，往那个峡谷里面绕山。我们刚才问了一个小伙儿，就这个小伙儿解答了我们的疑问。那他们带着好多的行李，然后到这儿之后，因为今天下午来这儿的时间不够了，所以说是就到了明天上午开始转山。从哪儿转？就是冲这个峡谷里头，然后一直转，而且还需要导游，因为这儿确实有熊。喀九寺吉祥隐修院有好多僧人都喂它们，就这些动物，这动物特别多。我只会说扎西德勒，别的我不会说。不，你好。你好是洪康桑是吗？对吧？是吧？你好是洪康，然后谢谢是空机器是吧？不是推举起是吧？推举起，现学现用。参禅礼佛到底是一个逃离世俗的目的，还是一种净化心灵的方式？我想喀九寺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这里紧邻不丹国，小众但是热闹，人们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带着一家老小，在山谷中绕着寺庙一圈圈的参拜。但这个场面又突然让我想起在冈仁波齐遇到的一位朋友说过的话，其实在我们眼里，这些所谓的信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最平常的生活方式而已。看到眼前这个城堡没有？这在远处看的话还没那么壮观，但是近处一看的话，哇，它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个地方。这是现存的最大的西藏的一个碉楼群，就包括这个主城堡，然后还有附加的外边这些，都是这些小城堡。那它这个位置确实是很绝，这边大峡谷，然后那边是雪山，还有背后的雪山，背后那边应该是有个雪山，这现在拍不着。它整个都是建在一个石块上面吧，整个三面全都独立于这个山体，就这一块真的是绝佳的军事要塞。这里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藏南最大的碉楼群杰顿朱宗遗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在600年前人们是如何能够在3300米的海拔修建这样一座碉楼古堡。绝佳的地理位置让它在几百年的风雨中，就算历经炮火，至今也依然屹立在这个南方大悬崖的峡谷之中。说老实话，有点出乎意外，隔几公里就会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什么路段，山体崩塌路段、沉陷路段、冰雪路段，然后什么落石路段，就你能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路段，这几乎全都囊括了，什么路段都有，想跑也跑不快，尤其现在冬天，然后暗冰也比较多，我们路上碰见好多处暗冰，这就有点难崩。反正走这道的时候小心一点吧。我们昨天就是在这错美县这儿休息了一下，然后早上起来又开始下雪了。但是你看远处那个山，昨天来的时候应该是黄土，全都是黄色的山，现在已经被覆盖成全部都是雪了，太漂亮了。现在还在下，
前面这儿又有一个结冰路段。昨天我们就是从那个雪山下过来的，但是因为昨天没有下雪，所以那个山还可能不是这个颜色。今天已经全部变成这个雪山了。其实这几年的旅行一路走来，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除了风景，还有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改变。无论多偏远的角落，道路也都在延伸，曾经的山高路远也不再遥不可及。如今的西藏伴随着基建的越来越完善，与世界的距离也越来越短。身后就是哲姑措，基本上上冻了，还有个别的地方的话有点活水，纹理在湖面上一片一片的，也是特别好看。最绝的是看到远处的没有，那个雪山了没有？它周围全部都是草原，只有它一个雪山，所以说你很难不去注意到它的存在。这应该是6000多米级的，然后雅拉香布雪山，它的山形也很好看。然后我们可能最后一站，也可能是倒数第2站，就会到它的山脚下，然后去看一看它的冰川。清澈的蓝天，洁白的雪山，金色的草原，冰冻的湖面，还有一群群肆意奔跑的藏野驴。西藏的湖泊和雪山有很多，但像现在这样用一种近乎突兀的形式展现在你面前的，只有哲姑措和雅拉香布雪山。这种纯粹的美，就如同一段安静的诗篇，在4600米高原的呼吸中被悄然念诵。我们现在到的这是千年沙棘林景区。哎呀，我去！没人啊，景区入口就这儿呗，就直接进呗。现在反正也没锁着门，好像。这应该就是，这是写的啥呀？嗨，嗨！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千年沙棘林，整个景区就让我们2个人承包了。我是不太能想象得到，这些树有上千年的历史，哇，这也太夸张了！你还可以往里走，走老远了，里头这个面积还是挺大的。这适合拍拍废土风的照片，还可以，但是不是特别推荐绕这么一圈，景色稍微显得有点单一。你好，咱们这儿有本地产的那个沙棘汁儿呗？这边没有啊？你们这有沙棘林没有沙棘汁儿啊？没有，应该加工的没有。哦，这都没有卖的啊？没有，哪有这没有？是啊。哦，好吧，谢谢你啊。没事。啊，干了个大嘎。本地有沙棘林，但是不卖沙棘，没有沙棘汁儿。是啊。是。哦，没有这个东西是吧？对，然后我问哪都没有卖的吗？他说没有。我们现在就是在西藏的山南纳日雍措，也是我们西藏6大雍措，我们到访的最后一个措。但实际上西藏是9大雍措，这个咱们稍微查一查就知道。还有3个雍措是不太出名的，但并不代表它不是雍措，它也是同样是雍措，也是圣湖。至此，我们西藏的6大雍措全部集齐。马旁雍措，我来说吧，你来说，我来说吧，你来说。然后比较出名的是前3个是马旁雍措，然后普莫雍措、羊卓雍措，然后是当惹雍措、冲巴雍措，然后和我们最后一个的纳日雍措。在西藏能够被称为雍措的湖泊中，虽然纳日雍措的知名度最低，但依然是每一个来到藏南的人心中最肆意的一抹蓝。下过雪之后，被冰封的湖面上，风留下自己的形状，纳日雍措也变成了时间的容器。它用自己的秩序和方式记录着这只属于少数人的经历。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仓央嘉措的故乡措那，这儿据说最近的村子距离印度的时空区只有不到2公里，可能就1点多公里。你好，我取一下快递。这一件。就是这个吗？啊，广东寄过来的。寄到仓央嘉措家乡的仓央嘉措的诗集，这里头有一首诗你们一定是听过，我找一下啊，这儿呢。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第三，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欠；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措那给我们的感觉似乎和有着情歌活佛之称的仓央嘉措一样，充满了忧伤的浪漫。他曾经是这片雪域最大的王，却也是这世间最浪漫的情郎。在布达拉宫的辉光下，他写下生命和爱情；在唐卡之外，他用诗句活成一段永恒；而在世俗的禁锢之下，他又在努力地寻找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到这儿了，找点吃的，在这个藏餐馆喝一杯甜茶，然后吃个盖饭。咱们是不是面向的这边这座雪山就是雅拉香波啊？能看到的这个。我们路上看到特别多，是本地人来这儿住什么的，他们是干嘛来呀？就那里有个什么，有圣水要去洗头的。洗头的。到这个地方上，你看看，是这样走的啊，顺着路走就行。对，下来的话，来到我操了那个。你顺怎么上去的，怎么下来？也是从这儿下来就行，是吧？对。好，谢谢老板啊，谢谢帅哥啊，来，现在是第2天早上，我们现在去的这个位置是雅拉香布雪山。雅拉香布雪山也叫雅拉香波雪山，相对比较小众吧。哇，看这个石头了吧？这石头，如果你要是不小心压上这块石头，你100%爆胎。哎呀，我去，给它清除掉。我们这眼前就是雅拉香波雪山。现在海拔是4892，4900，然后一会儿估计上面的海拔应该是5200。我的目的地应该就是看到这块红色的基岩了嘛，它的上面有一个湖，应该就是那上面冰面，然后整个路上全都是。哎呀，你看很滑，你看，希望他一切顺利吧。我就在这里等他，一会儿，哎呀，我操，哎呦，我操，别，给带上冰爪子，摔了个大屁墩儿，摔着了，摔了，我就说让他带上冰爪吧，然后他说不用。哎呀，也不知道摔得严不严重，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这么滑，顺着边走，那还有户人家呢，竟然。为什么把房子建在这儿呢？这个雪山最特别的一点就是，这儿有一个大的基岩，特别大的一块石头。那这个石头的纹理，然后颜色和周围也全都不一样，它是红色的，然后还有那种暗红色的那种纹理。从这个角度看，这路基实在太不明显了，几乎就没有路基可循。看左上角这儿了吧？谁给修了一个房子还是碉楼啊？哇，在这个大石头上，太厉害了这个。
目前为止到现在，整个这个山谷里头就我一个人，徒步的就我一个人，没有见到第二个人。现在我们找可以踩石头的地方过，这底下也没动石。它这儿有一个小点点，那应该就是我们车放的位置。不过我估计现在真正看不见我，因为太小了。我看这个车都是整个一个小点点。这谁也没说，最后还要爬一堆这么大的乱石。我的妈呀！这个，在我这个角度看，这个山形特别好看，就是个金字塔。但是最后这点爬升，也是实在太虐了。应该是可以比得上冈仁波齐的那个绝望坡，还有眼前越过这个小坡，应该就是了，应该就到终点了。哇！我终于爬上来了！哎呀，这个绝对是不容易。雅拉香布雪山，纯净的那种雪，然后一直从山顶蔓延下来，在那还形成了冰川。这应该也是我们在纳尔雍措看到的那个雪山。然后我现在就来到了它的山脚下。屏幕前的各位，长生不老，早日暴富！当我终于踏足这里，才真正意识到，我真的在此刻拥有了一整个纯净的世界，而我眼前就是6647米的信仰之巅——雅拉香布。在藏地的传说里，它是踏云而来的白牦牛，以雪为盾，以风为矛，守护着它脚下的芸芸众生。在现实世界中，它是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之源，横亘在雅砻河的源头。在亿万年的寒风中，滋润着河谷、草甸和这里的人间烟火。现在时间稍微有点长了，然后我正在往下走。但是估计还得有一会儿，我怕真真担心，所以我决定用无人机给他报个平安，因为从这儿基本上就能看到车了，他应该能理解这个意思吧。然后正好我把飞机降到他那儿，我还可以减轻点重量，哈哈哈哈！天才！到他跟前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飞机没电了，降到车周围了。哎，赶紧下去，赶紧下去！我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能再被你摔了。我靠！弄巧成拙了，到了停车场找不着车了，又往前走了好几公里。有信号了，打了个电话，哎呀，还以为我出事儿了，下去报警去了。你说他往好处想吧，他也对；他往坏处想吧，他也对，他都对。反正总结一句话，别瞎飞无人机，弄巧成拙吧。你看，让自己又多走好几公里吧。你看，我的个妈呀！